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哥小福。新的一天，飞哥又要给人生找点刺激了。他正询问小福有什么好的建议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引擎的轰鸣声，这一下就吸引了飞哥的注意。扒着围栏往远处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赛车场。他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。首先，他们需要一辆赛车，那等什么？动手吧！正让他们在车库忙得火热，凯姐从这里经过，吵闹的声音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眼见着他们将妈妈车赶得面目全非，凯姐马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：“你们要倒大霉了！我要去告诉妈妈。”不料一会儿，他又回来了。对了，妈妈在哪？飞哥好心的告诉他，在格拉西太太家打桥牌。于是凯姐立刻冲到对门去找妈妈了。格拉西太太对凯姐不是一般的热情，上来就是：“小凯，你长这么高了，距上一次见面长高了10多公分吧？你的牙套呢？你不是戴牙套吗？”看着弟弟们在大马路上试车，凯姐急得跟什么似的，也顾不上礼貌了，冲进去就找妈妈出来看。此时飞哥正看小福演示，对中间这个红色按钮产生了好奇，于是小福将遥控器递给他，原来是能让车子上天的按钮，所以刚出来看的飞妈又错过了。直到他关上门，车子才落下来。他们还在测试车子的其他功能。小一走了过来：“嘿，飞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要去参加赛车，需要维修组员吗？你有认识吗？我知道几个人，他们合作的很棒。好你被录取了，赛车场上见。不过泰瑞呢？又去哪里了？那肯定是有新的任务了呀。”果不其然，杜博士又有诡计了。他买了一艘大飞船，上面派阿泰找出原因并阻止他。于是阿泰坐着小飞船出发了。赛车场上，飞哥、小福正在做准备工作，小一带着美女家族也已就位，那就维修区见了。同时来的还有凯姐，她此时正在大声呼喊飞哥呢。不料一个人叫住了她，小杰很惊讶，原来小凯是赛车迷呢，偶遇心上人，凯姐喜悦无以复加。你说赛车迷？对，我就是。那台红色真可爱，那是比利雷的车，他很厉害。一看自己闷了个不错的，凯姐连忙附和道：“对，他最棒！你看他左转，又一个左转。”气氛一度变得十分尴尬。不过好在凯姐找到了此行的目标飞哥，此时他正出现在大荧幕上呢。还有他自己作为飞哥的啦啦队，看着自己的样子，还是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，凯姐只觉得自己脸都丢尽了。不过飞哥上电视的消息转移了他的注意，好机会去告诉妈妈。不料桌上3个遥控器，飞妈试了很久也没有能打开电视，好不容易打开了吧。采访已经结束，到了播放广告的时间。飞哥、小福彼此确认之后，比赛又正式开始了。这时杜博士的飞船在赛车场上空经过，泰瑞也已经抵达了飞船内部。毫无意外，他又被关了起来，然后静静听杜博士介绍他的新轨迹——泄气光束。首先他要将赛车场车轮胎的气泄光，然后就周边地区所有物品，以后要是谁不想泄气，都必须要经过他的同意。眼看没能成功报告给妈妈，凯姐又来到下面警告飞哥，不料赛车卷起尘埃，直接让他炸毛了。好死不死，这副鬼样子被拍了下来。不过这相机还是有点用，凯姐立刻拿去照了一张飞哥开赛车。鉴于1块钱只能买1张，凯姐拿起自己照的那张就跑了。小福的控制加上小一的维修，飞哥赛车简直无敌。但邪恶的杜博士注定要给比赛增加点难度。他先将现场的一个皮球泄了气，然后他贴在了一辆赛车挡风玻璃上，视线受阻之后，赛车到处乱撞。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除了飞哥赛车在小福的控制下没有受到影响，其他的全都栽了。无敌的快乐让他们唱起了歌，当然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凯姐终于将照片送到了妈妈的手上，没想到她竟然拿错了。再说杜博士，他小试牛刀之后准备加大火力，这动力的源泉就是一只辛苦的小老鼠。为了犒劳他，杜博士决定去找块奶酪。他背过身去，泰瑞就有了机会将奶酪射进了他的裤子里，不仅断了动力，还靠他的尖叫震碎了玻璃，最后再给他致命一击，一气呵成。不过激光还是发射了出去，只不过没有击中目标，而是打到了反光板上。这下飞船可遭了殃。凯姐弄错照片之后，依旧不肯善罢甘休，想着比赛应该还没有结束，就打开了电视，正好是飞哥越过终点线的大图。凯姐激动跟什么似的，于是飞妈也来到了电视机前。不料此时谢飞船撞上转录台，电视屏幕突然变成了一片雪花。这下凯姐也无话可说，飞妈又继续去玩牌了。再说现场的情况，飞船泄气后，杜博士钻进飞哥的赛车，而泰瑞捡到了遥控器，于是就开始在路上到处乱撞，最后还开进了洗车场。万分失落的凯姐独自回到家中，突然瞟见空荡荡的车库，被我逮到了吧？于是她又冲进了邻居家找妈妈。一听是自己的车，飞妈又跟着女儿回
去了。不过他不会想到，在杜博士和泰瑞的打斗中，这辆车已经回到了车库。天哪，这是谁干的？飞哥和小福，这真是太漂亮了！什么？凯姐转过头一看，赫然停着一辆干净如新的车子，旁边是依旧呆呆笨笨的泰瑞。正巧现在飞哥小福也扛着奖杯回来了，飞妈很高兴，我看见你们今天做的事了，是吗？你喜欢吗？我爱死了！有人想吃点心吗？哦，谢谢妈妈。又是新的一天，盛夏对于生活在陆地上人们来说简直是煎熬，无论躲在哪里都逃脱不了炙热的熏烤。但飞哥绝不会就此坐以待毙，这不，他们的小海滩支棱起来了。妈妈又要出门了，姐姐也过来警告。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飞哥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沙子。嘿，泰瑞呢？当然又是去接新任务了。这次是花园小矮人消失了，上面怀疑此事和杜博士有关，于是就派泰瑞将他揪出来。再说飞哥，他正派人运来沙子，就遇到了前来的小一。嘿，飞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在造海滩呢。你看，那我的美女家族能当救生员吗？我们想得到水上安全徽章，当然，既然要造个海滩，那就要做得像一点。棕榈树、雕像、海豚等等，全给搬来了。这么大的动静，暂时引起了凯姐注意。不过等到了庭院，才发现这里还是只有一个小沙滩。凯姐忍不住嘲笑起来，就这比你平常可差太多了。不过当小福按下遥控器打开山栏，他才发现身后的那一大片海滩。正当凯姐又打算报给妈妈时，他的朋友们过来了。小凯，你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家后院有海滩，你一定会成为这附近最受欢迎的人物。而且小杰和他的朋友们也要来哦。小杰来了，那我得走了。谁也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泰瑞，他被吸进了地下。不用想也知道杜博士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个小矮人好可爱呀！说着，杜博士就被打了一拳。原来这竟然是泰瑞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也是我的。说着就掏出了遥控器。咦，怎么是车库？怎么又是电视机？最后一个，这下总对了吧？他总算将泰瑞关进了笼子。再说飞哥的海滩派对，不得不说，这和真海滩没什么两样，到处都是欢乐的人们，娱乐活动也是一应俱全。另一边的凯简正拿着饮料去找小杰，不料叶子砸中了他的头，接着就被螃蟹拖走了。不过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，螃蟹驮了他参加了可以玩更低游戏，他以绝对优势胜出，直接被册封为海滩巴西尼皇后。这还不算完，还有小福带着小伙伴们边跳边唱，就连小杰也前来与他共舞。凯姐觉得今天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一天了，不料没有接到电话，飞妈却觉得大事不妙，准备起身回家。再说另一边的杜博士，他终于打开了电视，为泰瑞讲述自己偷花园小矮人的原因。那是在他小的时候，他们家族还是名门望族，但这也没能保住花园小矮人，从此他们家就只能过着苦日子。为了保护果实免受巫师的咒语和树精的危害，于是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让他来担任花园小矮人。在这期间，他只能看着别人玩闹，而自己只能傻站着不能动，否则就会迎来父亲的批评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杜博士决定将周边的花园小矮人都摧毁掉。不过就在他按下装置遥控器时，却意外打开了笼子。这还说什么呢？拿错了呗。此时地面上的海滩正在举办冲浪大赛，有一壮汉正在欺负其他选手。接着他遇上了飞哥，只见他一个俯冲下去，什么？原来只是投影，没了威胁就是炫技的时候了。一系列骚操作让评审给出了惊人的高分，满分无限大，打破自然定律了。另一边的凯姐和小杰还在接着跳舞。就在此时，空气中漂浮起了浪漫的气息，就连一旁的伴舞也是成双成对。小杰十分自然地伸出了手，不料凯姐电话响了，是妈妈打来的。家里没事吧？每件事都美妙极了。飞哥、小福他们在做什么？在做美妙的事。好吧，小凯，我要回家了。什么？我就在街口，2分钟以后就到。凯姐瞬间慌了神，连忙冲到门口去阻止妈妈。再说正在地下打斗的两人，只见泰瑞一个飞踢过去，直接打开了机器的开关，于是在海滩上升起了一座火山，从里面喷射出大量的花园小矮人，将人们吓得四散奔逃。而此时的凯姐还全然不知，在跟妈妈还原整个事情的经过呢。泰瑞也发现这样有些不太对劲，于是将开关踢到了另一边，这下就将上面的东西吸下来了。于是所有和海滩有关的东西全都被吸进了地下。就在人们站在洞孔边往下看时，只见一只笨笨呆呆鸭嘴兽爬了上来。飞哥很惊讶，你在这儿啊，泰瑞？那就这样吧，各位，今天活动结束。此时凯姐终于讲完了整件事情，飞妈也走了进来，却不见女儿所说的景象。接着凯姐也冲了进来，我的王国，我的小杰，他们是那么的美，你们把他们怎么了？飞妈只觉得女儿太阳晒多了，联合着小一将她带走了。飞哥倒是觉得姐姐今天一定很开心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